这一节我们介绍一下 PLC 的 Ethernet 通信功能。我们将其中的一个 PLC 作为主站，其中的一个 PLC 作为从站。那么主站和从站之间通过 Ethernet IP 协议进行通讯。在这里我们准备了两个 CPU， 一个是 EC300 的 CPU， 一个是 EC400 系列的 CPU。EC400 系列 CPU 后面挂载了多块 I/O 模块。然后 EC300 CPU 的网口2连接 EC400 的网口2，这是我们准备的两个硬件模块，两个硬件的这个 CPU。首先我们建立一个从站的工程。点击新建工程，选择一个合适的存放目录。新建一个文件夹 Ethernet IP， 确定，然后命名一个工程名称IP 作为从站，已确定。选择正确的 CPU 型号，这里的 CPU 型号，这里的从站的 CPU 型号是 PA2， 所以我们选择 Liquors EC PA2， 选择一种编程语言，点击确定。双击设备，点击扫描网络 20.80， 我们将计算机和 CPU 进行连接。我们的计算机连接到了这个CPU 的网口1这个网口，它的网口1的 IP 地址就是 20.80。我们计算机和 CPU 连接成功以后呢，我们将 I/O 模块主态进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CPU 模块右端主态了很多的这个 I/O 模块。那么我们将这个 I/O 模块主态进来。我们回到这工程里面，选择背板总线。这里是高速背板总线，如果说它不是高速背板总线的话，那么我们要选择合适的这个背板总线。如果它是这个背板总线的话，我们选择 EC400 的高速背板总线，选择正确的总线。如果背板总线的选择不正确的话，那么它的 I/O 模块是扫描不上来的。这里的背板总线是正确的，所以我们不用更新。选择背板总线以后，右键扫描设备，这样我们所有的 I/O 模块就扫描上来了。扫描出来以后，我们复制到工程，这样我们就主态进来了。我们将它循环在 main task 里面，这里有一个主要任务，我们将它循环在一个 main task 里面，然后我们将它先下载到 CPU 里面。
也就是将这个从站的工程下载到这个从站的这个 CPU 里面看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 I/O 模块和这个通过背板总线和 CPU 已经通讯成功了，因为前面是绿色的这个圆圈的话，就说明我们的 I/O 模块通过背板总线和这个和 CPU 就从站的 CPU 通信成功。然后我们主态一下这个从站的 Ethernet IP 通信，我们选择 Device， 然后添加，一定要在这个设备下面添加这个 Ethernet IP， 然后添加 Ethernet 这个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ies 这个添加，然后点击关闭右键，添加设备。本地适配器选择，因为它是从站的话，我们必须要选择本地适配器，选择以后添加设备，然后关闭。这里我们选择一下网口，我们选择网口2，因为我们通过网口2和主站的网口2连接，所以我们选择一下网口2，然后打开这个 adapter I/O 映射，这里基本上不用做什么设置，然后在这个 adapter 下面添加设备通道 model， 就是要添加这个 Ethernet IP 通信的一个数据通道。在这里我们可以，在这个 iModel 双击 model， 然后在这里地方我们可以选择它的一个通讯方式，比如说这个 byte input model， 就是它的这个是输入通道了嘛，是输入通道一个字节数据类型，基于字节数据类型的一个输入通道，这个呢是基于这个字节类型的一个输出通道，这些输入输出通道都是针对于一个主站来说的，这个呢是 word 型的 dword 型 rel 型，我们选择一个 byte input model， 我们选择完了之后呢，再添加一个通道吧，再添加一个通道，我们将这个通道把它变为输出，再添加一个输入的通道，输入 word， 将这个通道可以将这个通道改为 word 型的输入通道，再增加一个通信通道，把它改为 word 型的输出通道。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I/O 映射，它映射到的是这个 QW12 这个区域，也就是从站的，它这个通道就是对应到的是映射到 QW12 这个地址区。然后我们将主态好的这个工程下载到从站的 CPU 里面，点击确定，然后我们这个退出一下，这里有一个很关键的步骤，就是我们需要将这个选择这些选择这个 adapt 包括这些通道，选择完了之后呢，我们在这个打开这个地方，首先先双击打开这个 adapt， 然后呢将这个 adapt 和下面的所有通道选择，然后导出 EDS 文件，导出 EDS 文件很关键，我们将它放到这个桌面上，这样我们从站就配置好了，而且我们的这个 EDS 文件也导出成功了。下面我们建一个主站的这个工程，就主站的一个程序工程。
点击新建，主站，点击确定，选择正确的 CPU 型号。然后我们组件完成以后，我们将这个 EDS 文件安装进来，打开主站的工程，设备安装一下这个 EDS 文件，打开，安装完成。然后我们点击设备，右键添加一个 Ethernet 适配器，一定要选择这个选项。添加完成以后关闭，选择一下网口，我们双击，将电脑和 CPU 进行一个连接。双击 Ethernet 选择网口，选择网口2，然后在 Ethernet 下面添加。这个步骤是这样的，左键选择，右键添加，添加设备，正常总线 Ethernet。我们这里要选择扫描器，因为它是一个主站嘛，主站的话就要选择这个扫描器，去扫描从站。关闭，右键选扫描，先登录到 CPU， 先将这个工程下载到 CPU 里面，登录到 CPU， 点击运行，选择这个 Scan， 右键扫描，这样我们就扫描到了这个布置到工程，退出一下，选择这个使能2，我们可以扫描到了这几个通道，分别就是对应到了这个，分别对应到了从站的组态好的这些通道。我们对这个地址写入一个字，对这个通道写入一个字 QB0，我们回到从站 ，Ins，
QB0，写入一个同样的 input。我们将从站退出一下，将它的使能方式改为使能。将这个工程下载到从站的工程下载到从站的这个 CPU 里面，点击运行，回到主站。主站这里断了，是因为我们从站在下载程序，我们热复位一下，再运行，这样通信就连上了。Output 我们写入一个，我们写入一个2，写入值，回到从站，是哪个通道看一下，是对，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232，数据就这个通讯过来了。那么我们回到主站看一下，这个呢是 QB， 也就是说这个这个通道 Ethernet IP model 这个通道，也就是对应到这个从站的这个 Ethernet IP model 这个通道，对应到这个，这样它们就一一对应起来了。然后呢，对应到主站的 QB0，我们在主站的用户程序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在用户的主站的这个用户程序里面对 QB0 进行一个赋值，那么它的数据就传输到了这个从站。那么在从站的话，它对应到的是 IB22 这个地址区 IB22。IB22 的话就映射到了从站的IB22。我们对 IB22 进行一个调用的话，那么就可以将这个主站的这个数据引入到用户程序里面。我们回到用户程序，建立一个变量 byte byte 的一个变量，然后这里有一个，我们将它建立为一个 word 吧 ，2D DQ16S。站的这个模块，它的地址是 Q8。我们将这个变量复制过来，然后这个变量的话，我们映射到 IB 输入的，我们映射到这个，我们映射到这个地址，编译一下。那么这个地址就是说，这个输入区的第12个字是映射到从站的这个输入区，一会儿是通过这个主站发数据发到这个通道，那么这个通道的话，把数据复制给这个变量，这个变量再把数值复制给这个 QB8，也对应到这个模块本地模块，那这个模块的话就会驱动输出的这个变量。现在我们进行一个实操，我们先将从站的程序下到从站里面。
点击运行，回到主站，热复位一下，点击运行，然后我们对它写入一个我们看一下桌面的这个模块，从站的这个模块，从站工程的这个模块，也就是地址是 QW8 对应到的这个模块。我们现在通过了这个 Ethernet IP 通信对它进行了操作，将它改为0，这个它的输出通道的指示灯 LED 灯就灭了，写入655，写入值，两排灯都亮了，再重新写入一个值。那这样的话，我们就通过 Ethernet IP 对从站进行了一个操作。设备之间的一个 Ethernet IP 通信，我们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